哇，我这个技能好强啊！是吗？那你不妨告诉我们，让我们来评一评。我的技能是全员复活。真的假的？哇哦！什么？你就这样赤裸裸的相信了？我当然相信了，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真言，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眼儿，唯一的眼儿。你贴的速来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拿的技能，哥。我们刚才猜的就是，当你发动技能时，你必须随时跑到，必须立马跑到我们5个人身边转一圈。跑腿是吗？那不然怎么叫速来？就是你们随便一个人在这喊速来，不是怎么了哥？有什么事儿？怎么了姐？有什么问题？那个我渴了，给我拿瓶水来。好的。所以敖子怡的速来是个被动技能，是需要其他玩家发动。完全也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那完全也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是吗？肖哥，你一定是跟影子有关。不是，他可以就是说发动技能时，让所有人立马聚集在一起。不管你在多远，一甩剑鞭你就得过来。有人被关进去，一甩剑鞭可以给他像钓鱼一样钓出来。哎，很聪明。你的眼神特别深邃，你知道吗？感觉藏了东西。眼神深邃是为什么？来，是为什么？给你介绍一下。首先，这睫毛假睫毛贴的，然后眼线画眼线，就把眼睛画的特别大，就比较深邃。吐珠是什么？我觉得是按剧情走的，是按剧里的感觉走的。一击必杀唐尼茨。不是，我是非常强，我属于大辅助。西方桃是什么？我觉得我这个是可以独木成林，可以使2人的角色进行瞬间互换，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这么厉害。说实话，我这个技能挺鸡肋的。时空大倒流，你猜对了开始，却猜错了结局。给你个复活甲，重来一次的机会。来吧，加油！来，我准备好了。好，我超级聚精会神来。好，虎、龙、啸、龙、猫、虎、狮、狼。美女，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情妾意，快！跳舞，第1个字5个字，第3个字。第5个字，第3个字是5，第1个字，第1个字狼，第1个字狗，鸡什么舞，鸡是5，第5个字7，鸡5 7。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们可以放弃吗？还是我来比吧？可以。我是方逸伦，在《水龙吟》中饰演刘演。请用《水龙吟》中最 XXX 的角色句式来形容一下刘演。刘演是《水龙吟》中最可怜的角色，因为他在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光中被人捅了刀子，他又不愿意去相信真实，永远活在谎言中，无论是自己给自己编造的谎言，还是身边的有一些坏蛋给他编织的谎言。因为如果面对真相的话，他的世界观就崩塌了。塑造这个角色，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就像这种疯批角色，其实之前有别的很多剧里面都有这样的类型，
包括我们剧也有几个精神不太正常的。闭嘴！你才闭嘴！希望能给观众朋友一些新鲜感嘛，就不要大家一想到疯批就是阴柔啊，我希望就是给人家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害怕才会觉得愤怒嘛。他平时的愤怒，他的外表的那种强势，都是因为他内心的胆小懦弱去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一个人越没有什么，越会害怕什么。这次出演反派角色，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帮助自己快速入戏？首先，咱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吃这碗饭还是得要就是以最快速度去做好这一部分的工作嘛。然后导演也会去说，在别的影视剧里面去找找感觉，先找一下，然后不能去跟着他们就是原封不动的抄过来，还是要去找到你自己的风格。网友调侃刘演不是在发疯，就是在发疯的路上，您怎么理解他的疯？那也没办法呀，对吧？就是亲眼看到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被自己最亲近的另外一个人伤害了，那么大的冲击，他又理解不了，这不是他的世界观里面存在的东西吗？现场能还原几句刘演式发疯台词吗？唐丽慈，我要让你死得众叛亲离，无人埋骨。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因为最近生活过得太美好了。这一次，我要让他死得众叛亲离，无人埋骨。周地楼 F4是刘演最温暖的回忆，其他3位对于刘演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方舟就是长兄如父，也是他的世界里最大的依靠。我觉得在方舟身边，他可以当一个长大的小孩，然后有安全感，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方舟都会帮我们兜底，也会照顾我们。然后傅主梅和唐丽慈就像一个是身边的好兄弟，一个是身边的好弟弟，就是像亲生兄弟一样。剧中刘演和唐丽慈有从同门情深到反目成仇的转变，有没有哪场对峙戏让你俩特别投入？最印象深刻的现在已经播了，就是那个4年前我杀唐丽慈那一场。从刚开始邀她来桃林弹琵琶，然后跟她聊的那些天，其实不是在欺骗她，而是说的是真话，想要把那些舍不得去抛弃掉的最后的温存再重新感受一下，然后把这些感受的东西都感受完了之后，才起了杀心要杀他。但在真正杀他的时候，又于心不忍，下不了杀手。最后给自己打气，决定要给方舟报仇了。就是这场戏也拍了很久，无论说是在文戏方面，还是武戏方面，还是最后的大情绪，我觉得这个是情绪比较丰富的，也比较好看的一场戏。罗云熙饰演的唐丽慈哪点让您感到很惊喜？我是先有云熙哥饰演的唐丽慈，才会有唐丽慈的这个概念。在我的概念里，熙哥他就是唐丽慈本身。刘演和红姑娘的 CP 从利用到动心，您觉得两人关系是否有转变？其实我觉得红姑娘很可怜，就是刘演即使在她黑化之后，她也有善的一面在心中。红姑娘是她救的一个小女孩，她的腿断了，然后我给她造了一双新的腿嘛。我觉得刘演会把红姑娘当成自己的一个所有品，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爱情感情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他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如果现实中遇到红姑娘这样痴情又果敢的女生，您会被打动吗？现实中啊，现实中那当然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了，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得看当时的感觉了。对，包括江江平时生活中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女孩子，就也挺多才多艺的，性格也挺开朗，挺有意思的。对，平时还会怼我。如果是您本人遇到刘演，您会用什么方式劝导刘演回头是岸？就说，算了，刘演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要那么钻牛角尖。人家要说你就先等一等，听人家把话说完，然后不要那么执着的话，退一步看看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吃好喝好，天天开心，对，就这样。
您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是？有在咪咕看过体育比赛吗？其实都挺喜欢的，体验派吧，不是特别专业。打羽毛球、游泳，然后还有最近在看电竞比赛。最满意剧中哪一场戏？我下线的戏。您演过的哪个角色跟您自己最像？我觉得每一个都有我自己的一部分影子，但没有一个是完全一样吧。请用一个词形容您的粉丝。平头哥。最想拥有的剧中大招或者技能是？就我自己的技能吧，夜海破碎，天鼓雷音，挺帅的。清唱几句刘演的人物主题曲。在一眼明辉共生灭，白衣经年复尘缘。山西落叶颠倒入梦魇，在一眼一分深如渊，不寻别也如无间。可爱门系3连拍。展示一个自己可以做到的特殊技能。你不行吧？看到没有？前面那个手指没有弯哦。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作品《水龙吟》，关注巨星开麦了，我们下期再见。我这个人站在这里，大家就会大笑。没错，战士就是我，法师就是西哥。端点水给他呀，哎，也不是很情愿的端，是我，没错。Hello， 咪咕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好，巨星开麦了，巨星有梗，开麦有料，我是 OZ， 在《水龙吟》中出演池云。池云是全剧最具少年感的角色，有不少观众觉得您是本色出演，您觉得呢？也没有说本色出演吧，只是说我可能确实跟池云这个角色比较相似。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他生活的时代或者他生活的背景跟我是不一样的。池云和唐丽慈的兄弟情非常打动人。拍摄时，您和娄云熙有没有即兴发挥的互动？有很多，但是都不是很大的那种互动细节，比如说端点水给他呀，哎，也不是很情愿的端；拿点东西啊，也不是很愿意去拿，但是最后还是去拿了，都是比较即兴的东西。在剧组，您是最会活跃气氛的吗？有没有让其他演员哄堂大笑的趣事？你知道的呀，我这个人站在这里，大家就会大笑。没错，应该算是比较会活跃气氛的一个人吧。因为角色在那儿，你进入现场不可能脱离这个角色去聊天啊，毕竟是在工作嘛。然后大家的角色都心事有点太多了，只有池云在他们一群人当中看起来心事少一点，所以他就会更活跃一些。大家都很爱资铁小队，如果从游戏视角来看，3人分别担当什么角色？战士就是我。然后刺客就是肖哥，法师就是西哥。水龙吟剧组有没有哪个道具或者哪套造型让您恨不得带走留作纪念？必然是我的小项链。你知道的呀，我一直会在这儿挂一个，因为我的武器是可以变大变小的，不用的时候我就可以挂在这儿，很方便。如果敖子逸穿越到池云身上，在哪件事情上会做出跟池云不同的选择？只会在一些小事上面，比如说今天我要去干点什么，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在大事件的选择上面肯定会大差不差。还记得进组拍的第1场戏和杀青的最后1场戏分别是什么吗？心情有什么不同？心情肯定不一样。刚进组这个是跟大家还不是那么熟，还是比较紧张。然后第1场戏，西哥在院子里面喝茶，我去找他说事儿，他说你先不要说事儿，你先去帮我倒杯茶。倒完茶回来说你先不要走，你先帮这位朋友去查一下案子。我说行，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就一直挺忙，做你的，心情比较紧张。然后杀青的最后1场戏应该就是一场打戏，再补一些镜头，然后心情就是比较平静。你要说难过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大家也不是出了剧组之后不会再相见了，也都会在各个地方见到，所以也没有那么的难过，会有一点对角色的不舍吧，感觉就这一段路走完了。说一个只有水龙吟剧组才知道的梗，太多了，每时每刻都在说。我们在现场老说肖哥这个角色演得好，因为他老能不说话。拍的最久的1场戏是打戏啊，每一场打戏都挺久。如果池云穿越到现代，他最想做的事会是什么？吃点好吃的，我觉得是看点好看的风景。
在水龙吟剧组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开怀大笑。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最近没有单曲循环一首歌，只有师傅每天上山下山的一些 DJ。水龙吟片场最钟爱的是我，没错。不叫中二，它叫很热血。有我在，你不可能过去。那么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作品《水龙吟》，关注巨星开麦了，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演员肖顺尧，在《水龙吟》中饰演的是沈郎魂。沈郎魂堪称痴情杀手，看似冷酷，实则温柔。有网友认为他是理想男友，您怎么看？我认为他是纯爱战神，很纯粹。他自始至终都在想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自己的亡妻报仇。他在这个为目的的这一生当中，结识了唐丽慈，结识了池云，他们一起走过了很多风风雨雨。唯一改变的，并没有让他放下心中的这份仇恨，而是他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去诠释这份仇恨。我觉得他是在爱恨情仇当中是有一个自我救赎、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演江湖侠客，对于这类角色，你有特殊的偏爱吗？其实对于角色而言，我觉得就是一种缘分。我跟沈郎魂有缘见到彼此，所以才会有了今天的《水龙吟》里面的沈郎魂。作为演员来说，跟每一个角色他都是有某种缘分存在。这次的沈郎魂跟以往的角色最大的不同是，沈郎魂的话会更少吧，而且他对于肢体要求我觉得会高一些，无论是他的武打动作啊，还是他的出场方式啊，就会要更干净利落，手起刀落的感觉。未来想挑战与杀手侠客反差较大的角色吗？可以啊，其实遇到不同的角色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过程。我也希望下次再来这儿坐在这儿跟大家说我今天饰演的是谁谁谁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能一点武功都不会呢。在这部戏的拍摄过程中，你意外受伤，会留下遗憾和后悔吗？对于沈郎魂而言，其实这个角色对于肖顺尧是很遗憾的一个角色。我在戏里面受伤的那段时间，就会影响到沈郎魂所有的武术动作，所以我觉得并没有给沈郎魂一个100%的人生。不过还好，周飞导演把沈郎魂没受伤之前真的拍得很帅。沈郎魂台词并不多，情绪主要靠微表情传递。哪一场戏是您觉得最难演的？很多，就是有的时候，当后面的人在提到刘演这个字眼的时候，其实他的眼神是有变化的，他不可以贸然的去杀他，所以他的眼神中有仇恨，有委屈，有无能为力，因为他也知道他打不过刘演的，其实有点心疼他。您和罗云熙老师的对手戏默契如何？唐丽慈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是一个很遥远的人物，没有办法其实真正走入他的内心的。但如果两个人在情感方面互相打开心门聊天的话，我觉得那种代入感就会很强。我们会讨论很多，其实是抛去在外人面前的一些盔甲，而一个很真实的人，一个很有人性的人，一个也知道疼也知道输赢的人，两个成年男人对话，不要装得好像自己很厉害很无所谓，但其实大家内心都有柔软的一面，都有脆弱的一面。沈郎魂和池云可以说是欢喜冤家，您和敖子逸的合作感受如何？池云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青春活力的一个大男孩的状态。我们私下其实在等戏的时候，他还会带我打打游戏啊，因为他电竞高手嘛，两个人互相就是调侃对方的一种状态吧，所以就会放轻松，角色与角色之间的火花就会出现。网友说您跟敖子逸算是本色出演，您怎么看？沈郎魂每次出场，导演也用视觉镜头语言把他的身上冷酷那种状态已经发挥到极致了。敖子逸出场很帅，因为我看他的出彩在金叶寺的时候，完全给人就是动画的那种超然少年的感觉。敖子逸就是池云，池云就是敖子逸。水龙吟、磁铁小队在戏外谁最搞笑？谁最有可能已读不回？池云咯，他还是特别的活泼开朗。已读不回，那唐丽慈吧，有可能也在打游戏。如果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沈郎魂的逆影术，您会在什么场景下使用？把大英博物馆中国的博物全偷回来。之前您在节目中挑战过拳击项目，那您会在咪咕视频上看 UFC 比赛吗？会，我教练他现在也是职业拳手嘛，26号他就有比赛，还会去迪拜打职业比赛，所以他也会给我发一些最实时最新的拳赛，所以看拳赛啊看比赛都没有断过。
您会更欣赏技术流还是力量型的选手？技术，就是我们会看他的基本功啊，看他的拳商。很多选手会有很聪明的打法，他的臂展可能是劣势啊，速度肯定没有那么快，但他脚下移动，他的技术会很高，他会很聪明，他会把你吸引到他的攻击范围之内，以他最擅长的拳法，出其不意的打法，就还是要技术流。我比较欣赏技术流，我喜欢的几个偶像都是技术流。沈蓝魂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发簪，因为那是支撑他在这个世上活着的唯一动力了。拍打戏后最快恢复精力的方式？坐地上休息啊，还能是什么？剧里和剧外，你觉得谁最有可能逗笑你？戏里戏外都是敖子逸。我前两天跟他发信息，然后我说你好帅啊，他竟然回我，他说帅，哼，只是我的日常罢了。我说厉害。最想跟剧组中的哪位老师再一次合作？我其实很希望再跟陈周飞导演合作一次，因为我觉得一次不够。我被关打猎黄泉，且向阎罗许个愿，终上惠阳起眼地权当相见。我站在地府门前，断了手中剑，来兑现对你赞发的誓言。开玩笑，擦下嘴。日谷子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朋友，我是我所有子朋友，十字健康。希望所有喜欢我们的朋友能够继续在咪咕视频继续关注水龙吟，谢谢大家。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水龙吟，关注巨星开麦了，我们下期见。我是演员陈瑶，我在水龙吟中饰演西方桃。我是杨世泽，在水龙吟中饰演朴珠。请互相介绍一下彼此的角色。我先说吗？朴珠是水龙吟里面第一个相信西方桃给予他温暖的人。因为西方桃他是一个底色非常悲凉，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暖意，生活在深渊的一个角色。但是朴珠其实让他看到了，好像真的有这束光存在。朴珠，西方桃是剧中最清醒疯魔的人。朴珠以奇品见人品，然后觉得西方桃是一个内核向往自由的一个人。在他身上还是能看出可以劝解他向善的一个可能性。当初看完剧本后，西方桃、朴珠最吸引你们的核心特质是什么？其实我听到西方桃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很吸引我。我觉得就好像产生了一股电流。首先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充满神秘的角色，我就会对这个角色带着很大的创作欲，他会让我很想给他写故事。因为我没有演过类似的，就是我演戏永远是喜欢挑一些没有尝试过的角色。朴珠他见过一个国家的灭亡，还有百姓的流离失所，所以他对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珍视的。在朴珠身上有一种超然、神性、不俗的感觉，很吸引我。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你们各自做了哪些特别的准备？就比如说定妆的时候，她的衣服基本上以浅色和鲜丽鲜艳为主，不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很丽的人，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后期我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让她的声音刻意的去更加的柔媚，然后同时它是像一根让你不易察觉的刺一样，可能是在非常轻柔的跟你说话的时候，这个刺就是已经非常快速的扎到你最致命的那一环。我觉得主要是眼神，我觉得朴珠看人应该是似看非看，但是似看非看呢容易显困，就好像是就是你毫无表情的一看就困了，就是要掌握那个度，但是打戏的时候就是很干脆利落的那种，所以可能眼神上控制会多想一想怎么弄啊。
西方桃和朴珠的造型极具特色和设计感，你们第一次试妆时候感受怎么样？觉得对方的造型怎么样？看到朴珠先生试妆的时候，其实眼前一亮，感觉这个人物他从剧本里面就立在我面前。然后我自己在定妆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没想到，我以为我会是那种可能深色的服饰，然后会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反派，但我没有想到我在试妆的时候都是粉嫩的，然后浅色系的。我第一天，我记得还是一个白色的长头发，盖住了左边脸，然后眉毛当时也不是这种眉毛，对，还是那个桃仔，因为我们在戏里会管对方叫一些称呼啊，那西方桃仔嘛，然后桃仔过来说，哎，你这个眉毛可以稍微细一点，别扬太多，会有点妖。然后我说，哎，也许是对的。试完了以后，果然就很适合我。他那天出妆好像还没有换那个戏服，但是我已经通过他的头饰，他那种感觉，我已经知道他是西方桃了。Nice。朴珠与西方桃的关系随着剧情一直在发展，你们认为他们的关系经历了哪几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像我们的出场，两个人在亭子里面下棋。其实那个时候呢，两个人是似友似敌，然后再到后来，当朴珠知道西方桃真实身份的时候，非常清楚的对立的一个状态，对立到顶峰，甚至就是两个人不惜开大，互相伤害对方，导致两人坠崖。但是一般触底就会有反弹嘛，我们也到底了，到山洞了，确实负认识。对对对，到山洞底下了。它特别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秘境。对，一个秘境。我们两个人卸下了自己心底的防备，两个人是真正的成为了惺惺相惜的好友。其实，朴珠和西方桃是一样的，他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袒露过他的心事，西方桃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袒露过他的心事和他的脆弱。但是这两个人到达山洞底下之后，唯一的一次谈心和救赎是双向的，我认为是双向的，对。然后再到后来，我们又回归到这个混乱的江湖当中的时候，再次回到对立状态，因为两个人都有各自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和不得不去做的事情。然后再到最后的一个落点，其实是西方桃他获得了他自己想要的自由，但是他认为他也得到了朴珠的救赎，他也觉得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最好的结局。从好友变成一个半敌半盟，其实是对立的，但我认为是一种惋惜感，凄美感，可以这么说吗？形容不出来，语言有时候太流畅。很多观众觉得朴珠与西方桃很好磕，你们本人觉得这组角色最好磕的点在哪里？我觉得可能就是朴珠与西方桃之间不可戳破的一种救赎感，因为在朴珠看来，西方桃是有悔过之心，朴珠又有救赎之心。我是觉得是两个人巨大的差异，和怎么都不会觉得这两个人会是同路人的这种差异感。这样的两个人，他们能够成为知己，且能够互相救赎，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磕的。而且我觉得换到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在自己最绝望或者是最灰暗的那一段时间，都希望有一道光。朴珠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在片场，你们是如何培养默契的？我们在没有拍摄的时候，我们也会聊很多是怎么来丰富朴珠这个角色和西方桃之间的关系。那个世泽还说了一句话，也是我们就是不拍戏的时候一起共同讨论出来的。你说回头就是爱，那个对，因为当时原本台词不是那个，对，然后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闪过来，我就想说出来。爆料对方在片场做过的一件让你觉得最搞笑或最无语的事情。我们在拍山洞底下那一场戏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笑的台词是朴珠说：“你压到我的腿了。”我们在那个山洞底下拍的时候，世泽他那个坐姿非常的难受，他是一个提前屈，作为提前屈，然后我还有很多的动作，整个来回大概转了个270多，应该是一直在转，对，270多应该是有。我们只要一换机位，一喊咔的时候，然后杨世泽老师就，哎呀，每次都会被戳中笑点，对。
就感觉他表面上演的就是非常的淡定，但实际上他整个肌肉都在颤抖，尤其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对，这个还比较好笑。豪仔有点掉毛。其实他很爱笑的，平常很快乐的。桃仔，我觉得他特好玩的也是在悬崖底下，然后我们要上去飞上悬崖，然后我们要吊威亚，然后他先是西方桃的形象，但是在威亚飞的一瞬间，交错的一瞬间，就能听见我耳边传来一句“妈呀”，就觉得啊，这女孩挺有反差的。越拉越高了，对。对，他会妈呀，有一个音调还变上去了啊，这还挺逗的。剧中朴珠和西方桃掉落山崖时的互动扣人心弦，杨世泽是如何接住陈瑶这么有攻击性的表演的？瑶瑶其实演得非常的到位嘛，有些时候那种眼神杀就是我读剧本时候想到那种眼神，但是朴珠能做到的其实她不能动摇，所以她能做到的只是把那种隐忍啊、克制、分寸把握好，然后能够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考验，不可说不可言说。我觉得是还挺难演的，基本上他所有的戏份都是在他的眼神，包括其实在崖底的那一场戏，他一本正经的跟我讲道理，他是直视我的眼神的。但是当我再靠近一步，再直视他的眼神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太近了，不行，然后他就会把他的眼神瞬间的就是移走。先生出汗了，是因为太累了，还是紧张？剧里是相爱相杀的对手，剧外关于对方的初印象和现印象分别是什么样的？初印象就是肤白貌美，然后比较哀人，很有礼貌。现印象就是觉得怎么有那么多清奇的脑洞，然后很幽默，拍戏的时候非常认真，非常敬业。其实很温婉，对待角色非常认真，在现场他一定要弄懂他才会去演，他不会说敷衍了事的那种。如果抛开剧本，允许你们为西方桃朴珠自由创作一个结局，你们希望是怎样的？我其实畅想的是朴珠可能在他的山洞里，或者是在哪个地方，然后他在看漫天的飞雪，或者是他在看满园春色，然后这个时候有一缕桃花瓣就飘在他身前的栏杆上，是代表了其实西方桃追求到了他想要的自由，就觉得那种还挺写意的。你觉得这个是你畅想的结局？对，那我畅想一个美好的吧，就是我想象当中的结局其实要有一棵非常大的树，会有池塘，里面有很多欢快游着的小鱼，其中有一条粉色的小锦鲤，然后在这个池塘的边上树下就是坐着朴珠，她在看书，然后品茶闻香。这个时候呢，这个粉色的小金鱼游过来的时候跳出了水面，然后那一瞬间它修成了人形，它就飞到那个树枝上面，就是在朴珠头顶的那个树枝上面晃荡着脚丫，和朴珠聊着不咸不淡的话题，然后朴珠给她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她桃姑娘。平常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什么？我觉得打网球还挺有意思的。游泳，他游泳很厉害，游泳而且很减肥。会在拍戏间隙上咪咕视频观看相关比赛吗？我之前有在咪咕视频上看冬奥会的滑雪，有下哦，手机里都有，因为全运会嘛，我就不给你检查了，因为我真的有。对杨世泽、唐丽慈和西方桃2选1，就哪个？对陈瑶、朴珠和义父鬼母蛋2选1，就哪个？朴珠。西方桃，唐丽慈会没事的，她很强。剧中身份互换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中原剑会的广场跳一支舞。用朴珠的身份啊？对。我已经变成西方桃了，对吧？快去找朴珠换回来，不能让他去跳。请用一种动物分别形容戏里的对方角色和戏外的对方本人。囚鸟，然后就是
被困在一个笼子里的鸟，但是它渴望去飞。剧外是兔子了，粉色的小兔子。我觉得剧里普珠是北极熊，因为我感觉它很治愈，就很像大白。然后大白呢，就是如果说对应一个动物的话，我觉得和北极熊很像。然后戏外的话，鼠狼。我是聋子吗？听不见。慢悠悠的。对对对，很可爱。每次讲完规则的时候，世泽就是会，对，就是这样的状态。请说出对方的3个优点。温婉，乐观嘛，声音好听，谦逊有礼，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幽默。用一首歌形容西方桃和朴珠的感情线，并清唱几句。桃花都坠落，春秋都坠落，最动心是梦中那一刻。对，这个歌词就是还比较适合，而且就是可能都是2个人非常想要最终找寻的那种寻常的生活。请用家乡话以剧中角色的口吻对对方说一段心底话。朴珠先生，我已经改过自新，回头了，俺还在不？俺还在。俺。朴珠先生，我已经改过自新了，俺还在吗？岸是啥？岸。但行救人时，无愧于心便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新作品《水龙吟》，关注剧新开麦了，我们下期见。